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定律都可以说是废话，都可以是多余的，但唯独熵增定律是人类不可多得的价值总结。熵增定律也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原则，它揭示了宇宙演化的终极规律。搞懂了这个定律，就参透了世界的本质。什么是熵？它代表了一个系统混乱程度的数值。系统越无序，熵就越大；系统越有序，熵就越小。任何一个系统，只要是封闭的，且无外力做功，它就会不断趋于混乱和无序，最终走向死亡。生意是如此，公司是如此，人生也是如此。这就是熵增定律。比如手机和电脑总是会越来越卡，电池电量会越来越弱，屋子总是会越来越乱，人在总是会变得越来越散漫，机构效率总是越来越低下等等。所以电脑和手机需要定期清理垃圾，人要保持清醒和自律，企业要不断地调整结构，这些都是为了对抗熵增定律。人活着就是为了对抗可怕的熵增定律。腾讯副总裁吴军曾经说过，如果将人类文明全部概括为3个公式，那么第一个就是熵增定律。生命终将结束，万物终将凋零，宇宙终将毁灭。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还要努力上班上学，成家立业？如果你此刻很迷茫，没有方向，生命找不到意义，这个视频很长，但耐心看完，你一定会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所以请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地聆听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什么是熵，为什么它会发生，以及我们该如何阻止和利用它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熵增定律是第一定律，很多规律和道理都是由它而来。这个被无数人奉为宇宙真理的定律究竟是什么？在1854年这一天，风和日丽，微风吹拂，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早早地来到办公室。在研究热量转化的时候，他惊讶地发现，高温会自然流向低温，你的咖啡放的时间久了会变冷，咖啡的热量流入了房间，同时你在重新加热冷咖啡的过程中，只有一部分能量转化为实际的热量，那其他能量去哪里？在一系列的观察和研究之后，热力学第二定律诞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任何孤立的系统都将从有序变为无序，熵总是会增加。熵就是衡量无序的指标，它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我们可以很贴切地将它比作，这是宇宙在向它所有的子民征税，熵无处不在。正如你正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，熵也在悄悄地发生，你体内的细胞正在死亡和退化，同事犯的错误，地上满是灰尘，桌子上的水也正在慢慢变冷，企业正在倒闭。再放大一些，宇宙正在走向毁灭。
为什么80%的企业在刚开始的18个月就会倒闭？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商的存在，没有合理的制度，强大的领导者，团队和业务杂乱无章，不重视培训员工，没有激情，偷工减料，无视规则，最终势必只能走向死亡。这也是为什么成功的企业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减少商的增加，定期去培训员工，汇报机制，定期复盘监督，去避免潜在问题的发生，就是为了防止商的快速增长。但这只是避免，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。如果你连努力都不做，企业就会迅速到达最大的商点，倒闭关门。在历史的长河中都遍布了商的影子。1842年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年，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，香港九龙被割让给英国，但是九龙的主权仍然属于清政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也为九龙未来的混乱埋下了伏笔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33000个居民被挤在2万平米的300个建筑当中，相当于3万人聚集在2个操场这么大的地方。九龙成了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。由于供水不足，缺乏通风，空气稀薄，没有人管理，于是混乱和无序开始蔓延，赌场、妓院，甚至犯罪团伙开始出现，接管了这座城市，连警察都不敢进去。虽然有些居民在拼命地做商检，成立慈善机构、托儿所，甚至是企业，但是商依旧在增加。直到1987年，香港才承认九龙，拆除并重建了这座城市。如果不是外力的控制，应该所有的城市都将会变成九龙的样子。大家可以思考一下，你觉得九龙的教训是几个老鼠屎，还是混乱本来就是我们最自然的状态？事实上，世界并非九龙一个事件，现在每天都在发生战争、饥荒，甚至是犯罪。生活中也无时无刻充斥着商。曾经整洁的房间最终会变得杂乱无章，尘土飞扬，再牢固的关系也会濒临结束。我们的脸也终将布满皱纹，头发变得灰白，我们住的房子也终将因为砖块瓦片的破裂和松动而不能再居住。如果我们试图忽略商的存在，最终结果只能是加速毁灭。如何利用商？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商，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做商检，让自己趋于一种有序和稳定。这里的稳定分为主动稳定和被动稳定。什么是主动稳定呢？比如战斗机强大的系统算力和精准的机械结合，让飞机这个庞然大物可以在几秒钟完成一系列动作，迅速做出调整。被动的稳定则是战斗机依赖于电池，如果没有电或者中控台突然失误，就会导致飞机坠毁。再比如朋友和恋人之间，如果你永远是那个被动的人，
等着别人来找你，那么可能一觉醒来，离婚协议书摆在你面前，朋友在某一天因为你的冷漠而不再联系你，很多人脱离了学校就不再学习，这样的人本质上是在依赖学校的学习环境，依赖这种被动稳定。如果长此以往，即便原来成绩好的人，也会由于伤的存在慢慢变得普通起来，因为毕业之后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。对于我们个人来说，建立主动的稳定系统，选择被动的稳定才是王道。被动稳定指的是你要谨慎选择与你为伍的人。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利用伤呢？尽可能选择在一个低伤的环境去创造影响，与高伤的人去竞争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你想要放屁，如果你在一个安静狭小的电梯内，这是一个低伤的环境，那么一个屁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。但是如果你在市中心的闹市区，这里本来就是一个高伤的环境，那么这个屁不会造成任何影响。虽然这两个环境你都做了某种伤增的行为，但是影响却截然不同。越大的组织越是高伤的环境，你在里面造成的影响就越小，而越是小的团队，你的作用就越大。如果你与别人竞争，应该多去和那些效率低、高伤的人去竞争，这样可以放大你的影响力。这也是应了很多人说的话，选择大于努力，选择一个蓝海市场。如果你是创业者，同样也是，创业不要追求数量。当你的团队数量过大，却没有很好的做商检，那么只会让整个团队趋于毁灭。对于我们个人的成长也是，我们要建立主动的稳定系统，要培养自己的内驱力，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一个高伤的环境，没有什么被动的稳定性，国家不会照顾到每一个人，也无暇顾及你的开心与否，这就需要我们自己构建自己的稳定性。比如注重你的健康、社会关系，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去创造，去打拼自己的事业，不断地养成更好的习惯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序，减少伤的增加。你看很多明星，他们都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自律，比如吕良伟这样的，同样都是60多岁，同样都会衰老，但是因为他的自律和好习惯，伤减就能延缓整个过程，同时学会停止控制，因为伤减不可避免。史蒂芬·霍金在《时间简史》中也提到过，无序和伤减是过去和未来的区别。如果把人生画上一个箭头，那么箭头指向的是未来，你会发现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，而且会越来越多，比如疫情、经济环境、你所处的公司、你的能力，甚至你的身体健康等等。而箭头的另一边是过去，一切的因素都是固定的，因为伤的存在，一切都终将趋于混乱无序，没有人能摆脱伤增的命运。就像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都会变老，
从出生到活着，到死去，就像宇宙一样，一切都在不可逆地走向毁灭。我们的人生也因为伤的存在而变化莫测，接受变化才是我们应该持有的心态。在这个人世间多体验一些东西，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。中国有句话叫家和万事兴，就是因为一个家庭和睦的时候，就是伤最小的时候。因为和就意味着成员之间的默契，甚至是无摩擦的。以和为贵，天时地利人和也是这个道理。和就意味着伤值最小。为什么我们几千年来都是儒家思想为主？因为儒家思想可以把社会的伤值减少最小。儒家制定了很多规矩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等等，彼此不能越位。这其实就是为了社会可以有序的运转。为什么我非常看好未来的社会？因为在大数据时代，每个人的行为都将被记录，社会运转的每一个环节都将被提前布局，一切都是规划好的，也因此整个社会的伤将被大大减小。人的价值就是为了使各种系统不断地从无序变成有序，有序性就是世界上一切生命力和效能的本源。那么如何才能对抗熵增定律？一、保持开放。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企业来说，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，其本能都是越来越走向封闭。对于个人来说，如果没有外力督促，就会活在自己固有的思维里，或者活在自己的偏见里。叔本华说，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。如果仔细检查我们过往犯过的那些错误，就会发现绝大多数过失都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局限带来的。所以人的思维和认知必须保持开放，要随时接纳各种新鲜信息，这就是我们思维的兼容性。对于企业来说，如果没有外界的催促，环境、政策、市场等等的改变，就会在固定的模式里循环，逐渐走向守旧。所以任正非说，我们一定要避免封闭系统，一定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，不开放就是死亡。而且华为每年淘汰干部10%，员工淘汰5%，很多公司都是这样，没有新鲜血液就会走向沉寂。未来一切资源都将变得开放和共享，一切边界和围墙将被打开，行业、职业、专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，开始互相越界、穿插和共享。那些厉害的企业往往是一个无边界的企业，手握用户资源，击穿了不同领域之间的篱笆，建立融会贯通的创新型组织。同样的逻辑，人的能力边界也被彻底打开。那些厉害的人往往能够在不同思维路径上找到交汇点，成为一个游离于各种状态之上的人。这就叫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二、终身学习。学习的本质就是做工。一个系统只有外力在做工，
就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能量支持。巴菲特合伙人芒格说，我一生不断地看到有些人越过越好，他们不是最聪明的，甚至不是最勤奋的，但他们往往是最爱学习的。巴菲特就是一部不断学习的机器。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不断学习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变化不如进化。如何保持进化？就是坚持终身学习。学习是一种做工，是防止熵增的最好外力。学习可以让我们突破自己的局限。比如很多人说我不善于演讲，我不善于表达，我不善于逻辑等等，而实际上各种研究表明，人类是可以通过练习、坚持和努力去不断挑战自己能力边界的。唯有学习才能突破自己，并且我们要让突破的速度大于熵增的速度。3. 坚持自律。人在没有外力干涉下，是不断地走向无序状态的。如果我们对生活放任不管，或者放纵自己，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混乱，这就是懒散的结果。人为什么要自律？因为自律的本质就是把无序变成有序。当然自律会有痛苦，但是这却是当下的痛苦，未来却是越来越美好的。懒散是当下很爽，以后总有一天是要还的。比如现在短视频那么流行，我们的总能轻而易举地享受那些火爆刺激的视频，这让我们那一瞬间感到很爽。只要躺着一动不动，舒服就来了。这让我们陷入一个个短平快的刺激中不可自拔，时间一长就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，丧失了上进心，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慵懒。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，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各种便捷，但同时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浮华的内容。这些内容的设计逻辑都是以无限满足人性偏好为标准，人性的各种阴暗面，诸如窥私、意淫、八卦、暴力、对骂、凑热闹等等都被激发并满足。从来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像互联网这样对人性洞察得如此彻底，并且将人类大众玩转于手掌之间。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、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。越是在这样的时代，越能凸显自律的重要性。4. 远离舒适。人生的熵越大，生活就越平衡，我们也就越舒适，但也越接近灭亡。所以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，不断地走出各种舒适区，不断地打破自己的平衡，主动迎接各种新挑战。挑战的本质就是混乱性和无序性。我们当前主动迎接的挑战越多，克服的挑战越大，未来的生活才能更加有序性，才能被我们自己掌控。温水煮青蛙的道理我们都明白，千万不要再幻想岁月静好。这个时代不适合温顺的羔羊，只适合矫健又凶狠的狼。狼从不幻想过上舒适的生活，
他们要的是自由，用奋斗交换来的自由。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，未来没有稳定的工作，只有稳定的能力。未来只有一种稳定，是你到哪里都有饭吃。稳定的本质就是你拥有化无序为有序的能力，而不是始终躺在那享受一成不变的。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如果你发现生活百无聊赖了，说明你已经趋于平衡了。这时你必须主动打破这种平衡，尽量走向更高维度的和谐，否则你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。5. 颠覆自我。人性里有一种基本，离不开原有的地方，或者习惯于把自己固有的性格行为路径当作最合理的状态，本能上排斥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。也因此我们总是会变得越来越傲慢，顽固不化，固不自封，不能对外界事物做出最客观的评价。人的行为有3种境界。第一种境界，为了生活，做不喜欢做的事。第二种境界，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才可以更好的生活。第三种境界，驾驭各种新鲜事物，不再区分喜不喜欢。真正的强者是无我的，他们已经没有了个人主观感受，他们也没有自己的偏见。事物不再分喜欢和不喜欢之分，他们能从容地做各种事，因为做到了无我，所以就不会跟外界有冲突。因为没有了我作为参照，所以也就没有了混乱。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。一旦到了这第3种境界，你就没有任何阻碍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所有的绊脚石都能成为你的垫脚石，让你攀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这个时代每个人都需要一场对自己的革命，需要把自己推倒重建。综上所述，保持开放，终身学习，坚持自律，远离舒适，颠覆自我，这5点就是我们对抗熵增的最好方式。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，都是来度我们的，都是为了把我们推向更加合理位置，为了让自己的行为路径更加井然有序。这就是生命的玄妙之处。我们总是试图使自己更加合理，生活更加有序。然而一旦抵达了这种最和谐的状态，我们必须又要马上打破这种平衡，在竭力使自己走向更加高维的和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永远都不能停下来。这就是人生的真谛，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砥砺前行4个字。愿你我不惧熵增，燃尽余生，践行薛定谔那句生命以负伤为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